佛陀在涅槃之前曾留下令人震惊的4大预言，他慈悲地指出，未来的世界将变得混乱，人心浮动，邪见横行，佛法也会逐渐式微，走入末法时代。但同时他也为我们这些末法众生留下了一条生机之路。他说，大乘佛法将兴起，净土信仰将广为流传，唯有念佛持名发愿往生，才能在苦海中获得解脱。当初我们读到这些预言，或许还不以为意，但如今再回过头来看现代社会的种种现象，人性贪婪、自我中心、道德崩溃、社会动荡，忽然惊觉，佛陀所说的一切似乎都已经在我们眼前真实地发生了。我们活在一个看似高度文明，实则精神极度荒芜的时代。科技进步让人与人的距离变得更近，却也让人心更加疏离，物质丰富，却难掩心灵的空虚与痛苦。我们越来越会计算利益，却越来越不会付出爱与信任。社会上充斥着伪善、诈骗、愤怒与焦虑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走向一个无法逆转的深渊。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？当我们深入阅读佛经，才发现佛陀并不是在预言毁灭，而是在慈悲的提醒与引导。他早已看清众生未来的根基，知道在末法时代，传统深奥的修行法门难以实践，因此留下了最简单、最直接、最适合我们的修行之路——念佛法门。只要我们愿意持名意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发愿往生极乐，就能在浊世中得救，不再沉沦。我们开始意识到，佛陀的预言不是虚无缥缈的神话，而是一个警钟，也是一道希望的光芒。它不是要我们恐慌，而是要我们觉醒，唯有信愿行，才能逆转命运；唯有依教奉行，才能在乱世中守住清明的心。如今我们决定重新审视佛陀的4大预言，并与我们所处的现代世界一一对照。这不只是一次对佛法的学习，更是一次对人生的深刻省思。我们究竟要如何在末法时代中修行？佛陀所预言的那些真相，今天是否真的已经应验？而我们又准备好用什么样的心面对这个早已被预见的时代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佛陀的智慧预言，寻找那条穿越黑暗通往光明的修行之道。佛陀第1大预言：末法时代将至，众生贪嗔痴深重。佛陀在大寂经中曾明确指出，佛法在世的时期会分为3个阶段：正法千年、相法千年、末法万年。正法时期，戒律清净修行人多能正果；相法时期，仪式尚存，但悟道者少；而末法时期，众生烦恼重，修行困难，佛法逐渐式微，真实修行者凤毛麟角。佛陀更在《法灭尽经》中预言，末法时代将出现5浊恶世，亦即劫浊、现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。如果我们静下心来观察现代社会，就会惊讶地发现，佛陀所说的一切如今都在发生。所谓劫浊，指的就是灾难频繁，世道不安。看看近年来的世界，各种地震、洪水、病毒、战争接连不断，无论是哪个国家地区，都难逃天灾人祸的打击。全球气候异常，资源争夺政局动荡，让人感到生活在一个极不稳定的年代。现浊是指邪见横行，真理不明。现代人受到网络与自媒体影响，人人都有话语权，却也因此真假难辨。信仰多元化本是自由象征，但也带来更多的混乱与迷失。有些人以佛法之名行敛财之事，有些人扭曲经义，迷惑众生，让许多善信无所适从。烦恼浊说的是众生内心贪嗔痴剧烈增长。看看现代社会的价值观，多数人追求金钱、名利、享乐，愿意为此不择手段。比起内心的清净与智慧，我们更在乎外在的包装与表现。一点点不如意就怒火中烧，一点点欲望莫被满足就怨天尤人。烦恼如洪水，
冲垮了我们本有的清净本性。众生着指的是人心日趋复杂，性格扭曲，善恶不分，许多家庭关系紧张，亲情淡薄，社会上冷漠自私的行为屡见不鲜。许多人在巨大的压力中变得焦虑、抑郁、失控。我们被资讯淹没，却找不到真正的方向感。命浊是指众生寿命短促，疾病频发。过去人们说70古来稀，但如今虽然医疗进步，人的寿命看似延长，却往往活得病苦缠身，慢性病、心理病、癌症等问题层出不穷。许多人年纪轻轻就感觉疲惫不堪。佛陀预言的五浊恶世，正是我们当今世界的真实写照。这并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一种慈悲的提醒。佛陀没有责怪我们堕落，而是早已知道这是业力与时代因缘使然，因此他特别强调，在末法时代，唯有依靠信愿与净行，才能在浊世中自保出离。我们常常觉得修行太难，佛法太远，实际上是我们被自己的贪嗔痴所蒙蔽，看不到佛法就在身边。佛陀教导我们要从日常生活中培养出清净心，不贪求，不嗔怒，不愚痴，这三毒是烦恼之根。只要我们肯对治，就能一点一滴地改善自己的命运。例如，当我们面对烦躁与压力时，可以尝试静坐观心称念佛号；当我们感到嫉妒与不平时，学会感恩与随喜；当我们被欲望牵引时，提醒自己知足常乐，少欲知足。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，其实就是在逆转末法中的恶流，让我们走回佛陀所指引的解脱之路。在末法时代，我们不能靠外在环境变好，而是要靠自己内心变强。佛陀的预言不是绝望的审判，而是慈悲的灯塔。只要我们愿意转念，愿意行动，就不会在这个乱世中彻底迷失。末法时代确实来了，但这并不是结束，而是修行真正开始的时代。佛陀第二大预言：小圣衰微，大成兴盛。在佛陀涅槃之前，他不只预言了末法时代的到来，也慈悲地指出，当未来的世界越来越混乱，众生的根基越来越差时，小乘佛法将逐渐衰微，而大乘佛法将大放光芒，普度众生。什么是小乘？什么又是大乘？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：小乘佛法重在自度，强调修行人断除烦恼，自证涅槃，走出轮回；而大乘佛法则强调自度度人，发大悲心，走菩萨道，把自己的修行成果回馈给所有众生。佛陀在《法华经》中说过：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，出佛方便说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虽然佛陀一开始有声闻乘、缘觉乘、大乘等不同法门，但最终目标其实都是引导众生成佛。而在末法时代，佛陀特别强调大乘法门的重要，因为大乘法门的慈悲与包容，正好对治末法时代的冷漠与自私。我们看看现代世界的状况，就能明白，在这个人人为自己的时代里，小乘佛法那种独善其身的精神，虽然仍值得尊敬，但却越来越难引发人们的共鸣。反而是大乘佛法中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的精神，让我们重新找回了人性中那份久违的温暖与责任感。我们会被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的慈悲所感动，会被地藏菩萨地狱未空是不成佛的愿力所震撼，会因为文殊普贤的智慧与行愿，对佛法升起真实的敬意。这些菩萨道的精神，让佛法不再只是个人的修行，而是整个社会的良药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面对的烦恼不只是我该怎么离苦得乐，而是我的家庭怎么不再吵架，我的孩子怎么变得快乐，我的社会怎么少一点恨，多一点爱。这些问题光靠一心断烦恼的小乘方式可能不够用，而大乘佛法中的慈悲与智慧才真正能解决现代人的痛点。不信，我们举个例子，一位妈妈每天被工作与家事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内心焦躁无助。如果她学小乘的观念，
可能会努力修观呼吸4年处来安定自己的情绪，这是好的，但不一定马上能应对现实的压力。而如果他学习大乘佛法，比如念观音菩萨名号，持诵普门品，祈请菩萨加持他的家庭、孩子与生活，他会感受到一种温暖的依靠，从而升起信心与力量。这正是大乘佛法的力量。从我苦走向众生苦，从我修转为众生共修，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，我们反而得到了自我安顿。佛陀早已知道，在未来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，光靠个人的力量很难修行成功，所以他才特别强调，大乘佛法将在未来兴盛，因为它不但能帮助我们离苦，还能建立一种集体修行互助扶持的力量。佛陀在《楞伽经》中也说过，菩萨为利众生，虽知诸法如梦如幻，有起大悲，行种种法门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即使菩萨知道这世界是虚幻的、无常的，但因为悲悯众生的苦，还是愿意留下来帮助我们这些还在苦海中挣扎的人。这种精神正是现代最缺乏的利他价值。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的大乘佛教，不论是提倡慈悲救度的净土宗、行愿宏深的地藏信仰，或是弘扬菩萨道的禅修团体，遍布于亚洲各地，信徒千千万万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佛陀的预言再一次完全应验了。在这样的时代里，学佛不应只是为了自己的解脱，更应该是为了这个世界多一点清明，多一分慈悲。我们从大乘佛法中学到的，不只是修行的技巧，更是一种胸怀天下、悲悯众生的力量。这种力量就是末法时代中最珍贵的救命绳索。佛陀第3大预言，念佛法门将普及于末法时代。佛陀曾在《无量寿经》中明白指出，其有众生闻其名号，信心欢喜，乃至一念，至心回向，愿生彼国，即得往生，住不退转。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清楚，只要众生真心念佛，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能得救，就能离苦得乐。这就是佛陀为末法众生留下的保命符，念佛法门。佛陀知道，到了末法时代，我们不像古代修行人那样有长寿清净的环境与坚定的定力，生活繁忙，心念纷飞，还要面对太多诱惑与干扰。如果要靠严格的戒律深入禅定来修行，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困难了。佛陀于是特别慈悲地开示，只要你愿意念佛，我就来接引你。想一想，这样简单的修行，谁做不到呢？无论你是出家人，还是在家人贫富贵贱、聪明与否，都可以口称南无阿弥陀佛，都可以在心中燃起对极乐世界的向往与心愿。有的人可能会说，念佛这么简单，真的有用吗？我们不妨看看经典和历代祖师的开示。善导大师说，万修万人去，意思是只要你真诚念佛，就一定能往生西方。阿弥陀佛不会遗弃任何一位有信愿的众生。印光大师也曾说，一句佛号统摄84000法门，这表示念佛不只是方便法门，而是总摄一切修行的核心。事实上，念佛的真正力量不只在于形式，而在于内心的转化。当我们反复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渐渐变得柔软、专一、稳定，烦恼不再那么容易掌控我们，内在自然会生出欢喜、安定与慈悲。而且不论你在什么时候念佛，阿弥陀佛都在听。你开心的时候念佛，是赞叹感恩；你痛苦的时候念佛，是呼唤救度；甚至临命终时，只要念得出一句佛号，就能得佛接引，往生净土，不再受6道轮回之苦。这样的法门简单直接，却力量无穷。佛陀早已预见，到了末法时代，正是这句佛号能让无数众生脱离苦海。放眼今天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净土宗的信仰遍及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越南等地，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在念佛。
法会中、寺庙里，甚至家中老人手里拿着念珠，口中念着佛号，这正是佛陀预言的念佛法门普及于末法的具体实现。或许你觉得自己福报不够，根气不好，没时间修行，那么试着每天念几声佛号吧。一声佛号就是一盏灯，一声佛号就是一次与佛的连线。念佛的好处不止在未来生，也会让我们今生的心更清明，生活更有力量。在这个乱世中，佛陀留下这么简单又稳当的修行法门，不就是为我们量身打造的救命法宝吗？别小看这句佛号，它可能就是我们走出迷惘、转苦为乐的起点。佛陀第4大预言，未来将有违法横行、外道分歧。佛陀曾在《楞严经》中严肃指出，我灭度后，魔子魔孙充满世间，邪师说法如恒河沙。这是一个令人警醒的预言。在佛灭度后的末法时代，将有大量假冒佛法之名的人出现，他们言行看似高深，实则迷惑众生，敛财求名，造业不止。佛陀用恒河沙来形容这些邪师的数量之多，代表在末法时代，我们将面对的不是佛法消失，而是假佛法太多。你可能会问，怎么辨别真假？怎么知道我学的是正法，还是落入了违法陷阱？其实佛陀早就给我们留下了辨法思依的原则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依法不依人。我们学佛不是看这个人有没有名气，有没有神通，而是看他所说的是否符合佛经，是否帮助我们断烦恼、增智慧。如果一个人说的再动听，却鼓励我们追求世间名利，甚至让我们产生依赖、迷信、恐惧，那很可能就是走偏了。涅槃经中也说，末法时代邪见者多，如牛毛；正见者少，如牛角。换句话说，邪法的传播速度很快，因为它往往迎合人性中的贪心与懒惰，不用修行也能成佛，交点钱就能消业障，考上师就能改命运。这些说法听起来很轻松，却偏离了佛法的根本精神。真正的佛法是让我们学会看清自己内心的烦恼，透过修行去转化，去放下真正的善知识。不会让你崇拜它，而是教你依靠佛法，依靠自己的信愿行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看到许多打着宗教名义的组织，其实只是在利用人的信仰掏空荷包，也看到一些自称开悟成佛的所谓大师，不止误导众生，还可能造成家庭破裂、身心受创。这些悲剧层出不穷，正应验了佛陀的预言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难道真的无法分辨真假，只能凭运气？其实我们并非全无依靠，佛陀早就给了我们2个强而有力的指引。一是依经典，经典是佛亲口所说的真理，是不会变的根本依止。当我们多读阿弥陀经、金刚经、法华经、地藏经等经典，就能培养出分辨力，看清那些打着佛法名号却说些怪力乱神之语的人。二是念佛持戒，无论外境多乱，只要我们持戒念佛，就能稳住心念，不被外道动摇。印光大师说过，邪不胜正，妄不敌城。只要我们对佛号升起真诚信愿，就像有一道光在心中照耀，即使外面有百千迷雾，也不会完全失去方向。违法的兴起并不是佛法的失败，而是对我们信心与智慧的考验。就像一场大考，骗子越多，代表我们越需要回到清净的佛法根本上。在这样的时代，我们要常问自己，这个法是让我心更清净，还是更执着？是让我越来越自在，还是越来越依赖？如果答案是后者，那就该转身离开，回归正道。末法时代，真正能救我们的，不是外在的神秘力量，而是佛陀早已交代给我们的那句佛号，那份正见，那条八正道。身处末法时代，我们不能自怨自艾，更不能什么都不做，因为佛陀早已为我们这一代人安排好了一条稳稳当当的修行之路。这条路不需要离家出走，不需要深山苦修，也不需要学多少经论，只需要3个字：信愿行。
这正是念佛法门的核心。信是相信阿弥陀佛的慈悲与愿力。佛陀说过，阿弥陀佛早在10劫以前就已成佛，他发了48大愿，要接引所有众生往生极乐世界。不论你过去犯过什么错，只要你此刻愿意回头，佛都会张开双臂欢迎你。这就像是永不关门的慈悲机场，哪怕你最后一刻才赶到登机门，也不会错过班机。愿是我们自己对极乐世界的向往与决心，不是嘴巴说说想的解脱，而是真心希望摆脱轮回，不再受苦，把目光从短暂的人间快乐转向永恒的清净安乐。只有我们内心真正想离开苦海，佛才能把手伸过来救我们。行就是日常生活中真实的念佛修善持戒，每天念佛号就像每天充电，让心不被烦恼耗钱，做一点善事，就像替人生存着存款，来生才有福报可用守5戒10善，就像修筑堤防，不让恶业之水灌进来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多读诵经典，多参加共修法会，结交善知识，这些都是在乱世中强化心灵免疫力的实际方法。佛法不是拿来装饰的，而是拿来改变生命的。只要肯开始，就不会太晚。很多人一听到末法时代就觉得很绝望，彷佛这是一个注定要堕落无可挽救的时代。但佛陀的语气从来不是恐吓，而是慈悲提醒，就像一位医生提前告诉我们身体的警讯，是为了让我们早点治疗，而不是要我们放弃。佛陀说末法时代将至，也同时留下了最简单最可靠的法门来救度我们。他没有放弃我们，我们也不能放弃自己。这个世界虽然乱，但每一个念佛的心，每一份善行的光，都是黑暗中的明灯。我们无法改变整个时代，但可以先改变自己。当越来越多人选择信佛念佛行善，这个末法时代也会因此而转化成希望的时代。正如观无量寿经所说，诸佛如来是法界身，入一切众生心想中。佛不在天边，而在我们每一个愿意清净自心发愿向善的当下。所以与其抱怨我们活在末法，不如庆幸佛陀早已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通往光明的路，只等我们踏上第一步。